烦死了，不想剪了。这个场景在我们办公室几乎每天都会上演。怎么办？怎么办？我的片子可以的，可以的，我的片子可以的。你在干嘛？口干。它是不是代表了你加班时的内心活动？是的。对，漂亮宝贝不干了。零工经济就业群体灵活就业人员的规模达到2亿人，4亿人会在未来失去稳定工作。上海硕士情侣打了8年零工，打零工月赚2万块。哎，我有个想法，我们集体旷工出去打零工，看能不能比现在坐班赚得多。关于零工的关键词有很多：时间自由、以次为单位、多劳多得、不签署劳务合同。我们这次行动主要瞄准的是一些时间自由且可以即刻结算的零工。要想找个好工作，包工头必须先就做。来，我目前看下来能找到零工的渠道大概有这么几个：综合性或兼职类的求职应用及网站，发布各种短期兼职的公众号、微信群，还有某购物软件和一些社交平台的求职帖。经过我的精心筛选，我找到了一批工资诱人、类型丰富的零工工作。等一下我就让他们自由选择一下。我这边帮大家跟沈女士申请了1天的时间，全部旷工不干了，尽自己所能的去赚钱。我们最后就是要算一下大家赚到的这个钱能不能超过现在大家日薪总和。现在日薪总和是多少？直接打个电话给财务老师，不然还挺尴尬的。也就是说，本次挑战的总目标就是3920元。下面就是确保每个人要领到自己的工作。帮大家整理了一份零工挑战的工作表。保洁员，你们2个就石头剪刀布来竞争一下吧。那就大鱼啊。陪诊员可以啊。地推我选。清吧的服务员，这是我的梦想。你的片子下周要上了。女仆桌游馆。总结一下，当前的零工其实就分这么几大类：一、技术特长型，需要靠脑子的，或者有些外貌形象基础的；二、重复性高，可替代性强的；三、在特别的时段作为运力补充的，其中也延伸出了一些新型职业；四、高度灵活的线上职业。经过一番找工作加大洗牌，我们从4个大类里为9位成员找到了8份不同的工作，会分为日班组和夜班组，接力打工。首先上场的是日班组的4位，他们的目标是1742元。挑战正式开始。6点半了，好困。我今天要来大悦城给威尔士发传单，这杯咖啡36块钱，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赚回来这么多钱。那我到商场之后去健身房找我的 leader 曹哥给我安排工作。好。在你推销你的产品的时候，你先要了解的产品，所以我一到那儿在健身房转悠了一下，之后呢，就是讲解了一下健身房里不同种类的会员卡和优惠力度。核心就是收定金，发掘那些潜在客户，包装这个品牌，塑造这个品牌价值，会所的特色部分。因为这家健身房是新开的嘛，于是就推出了首月办健身卡只需要100元的活动。我的任务核心是让这些人交100块钱的定金，因为我是临时工嘛，我没有底薪，我只有卖出卡才能有钱赚。今天卖出1张卡就可以拿到50元的提成。你觉得我今天能发出去多少个？就1个，1到2个吧。1到2个，那我就给自己定3个。那走吧，开始吧。沈姐，我跳槽了。其实我有一点紧张，我现在心脏跳好快啊。你好。大悦城新开了一家那个健身房，然后一开始其实我是很生疏的，说话就有点结结巴巴的。健身房，威尔士健身房，多试了几次之后就变得流利了很多。帅哥，平时有健身习惯吗？这边大悦城新开了一家健身房哦，现在马上开业，首月的话是100抵1000，非常划算。但是开口并不意味着就能成功，你会被100种方式拒绝。有的人会直接漠视你，装作看不见；有的人就是会很凶的说不要。我已经有健身卡30分钟。知道但我不喜欢。谢谢，真的是。哦，我人不冷，我心冷，没关系，没关系。
个时候，曹哥告诉我，其实做地推也是有很多技巧的，你要学会发掘潜在客户的兴趣点。他对健身不感兴趣，很少健身啊。那么你就要告诉他，其实你们这里有很多舞蹈、瑜伽、游泳课的。这家店离我家太远了，你就可以告诉他，这边上海的话有100多家连锁店，全上海是通用的。我看一下吧。一家会不会加个微信吧？当然也可以见缝插针的套近乎。你是在这边工作吗？你有健身习惯吗？我们加下微信吧。那你找我吧。谢谢你哦。我这次的工作呢是陪诊员，就是给一些对医院流程不熟悉、不方便自己看病的病人提供一些陪同的服务。我自己其实在某鱼上发了求职帖子，但是一直都没接到单，所以这次就找了一个专业的陪诊员老师作为助手，我得到了1半的分成，也就是200块。帮我预检查，请问是康老师？你好，我是小江。你好。这一次我们要陪的病人是一个要做全麻胃镜的大哥，醒了之后需要有人陪同，所以他就叫了陪诊。首先就是陪他吃了做胃镜之前需要服用的药，吃了药之后就送他进了胃镜室。他麻药的劲儿过去还需要半个小时，这段时间我们就需要在外面等着。你做这个做多久了呢？1年多一点吧。需要陪诊服务的人都是什么样子？最主要的就是老年人外地就医，在本地没有时间的，家属不在的。其实我在等待病人的过程中，也在观察医院的环境。医院里其实是很嘈杂的，比如说做胃镜、取药、取报告都在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很多病人家属都在匆忙的走来走去，然后保安一直拿着一个大喇叭叫号。光是在这个环境里，我就觉得挺焦虑的。我们在外面大概等了1个小时，终于叫到了病人的名字，把他接出来以后，就一起坐在外面等着取报告。在这期间，陪诊老师跟病人讲了很多需要知道的注意事项。他其实之前是有从医经历的，知道一些医护常识的话，对病患来说肯定也会觉得更安心吧。大概10点半的时候，病人休息好了，就帮他打车回家。要等车到了，然后我们再过去吗？对，还蛮早的。对，这次挺快的。说了，在我的同事还没有上班的时候，我就已经赚到了200块钱，这可能就是赢在起跑线上吧。感觉自己赚这200块钱有点轻松，其实有点心虚的。但我觉得我这个只是一个个例，陪诊员这个工作门槛还是有的。就医流程、诊室位置，还有注意事项这些东西，就是越熟悉越好上手，给病患提供的价值也就越大。好的，再见。我出师不利啊！不好意思，久等。我今天过去主要是收纳的，因为他说他家里有请保洁阿姨，所以清洁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高，做了一点准备的。首先是一个笔记本、围裙、手套、抹布、消毒液、纸箱、挂钩巨型垃圾袋，从办公室阿姨那边借过来的。哦，Hello， 先生，是你叫的保洁吗？是的，这个钟点工团队来的人蛮多的。我们这次是发朋友圈接的单，报价稍微保守了一点，33块钱1个小时，我被包了3个小时。这个客户呢是个朋友，一个 UP 主，红尘滚滚。我给你看看我的屋子，你就知道。来瞧瞧，感受一下。他的房间因为是作为他的工作室，工作生活都在里面，确实很杂糅哈。2个礼拜前出差的箱子到现在也没有收起来，用了2次的泡脚桶。泡脚水到了吗？确认一下。到了，赶紧的。首先声明一下，就是我确实不是专业的。没事儿，专业的查价格算了吧。忽然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性价比。然后就是问了一下他的硬性需求和他的偏好，确定一下整体的思路。就是这个桌子上的和那边这个架子就是拍视频用的背景，那也你想改也可以改。他这个房间有3个必须要保留的区域，其余的杂物就是我可以自由处置。老板，那我开搞了啊，您歇着。3小时计时开始。收纳第一步就是教你学会怎么丢。当我开始把他的一件件东西都摆出来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的迷茫。首先，他的工作性质摆在那里，做 UP 主嘛，有很多相关的拍摄道具。热度已经过去3轮了，你这糖饼都要放发了。这个小熊放这行吗？啊，你跟熊同意了就行。还有就是他相对拖延的一个收纳习惯。这个我问一下，这东西有保质期吗？那肯定有啊。这个东西我记得是我18年买的。
这些人吗？18年你不怕烂脸吗？护眼贴扔了，我感觉会伤眼。然后他本人就是沉迷直播购物，有很多他跟李佳琦一起打下的江山。这个是秒杀抢到过1毛钱的芝麻糊，这个事情我可以记一辈子。这个包括这个柜子本身，我都是在李佳琦直播间买的，至少放了半年，我买回来1次都没用过的。他要晕了，是不是现在想回办公室上班了？所以呢，我先把他的物品进行了一个排序：高频使用物品、中频使用物品、低频使用但是不能丢的物品。好，有了方向之后，就是真正的劳动了。我现在在帮一个客户做 PPT。我是你们的沈女士，我这次做了我的老本行 PPT， 接了一个外包的 PPT 的活儿，是一个建筑摄影师，然后他要做一个作品集，就帮他做了一个排版和一个美术的工作。其实，在他自己的需求里面是不需要帮他写额外的文案的，但是我还是去帮他拎了一下，更专业一点点。这个客户我觉得他挺聪明的，会把这种附加价值比较低的活儿做一个外包，可以用他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好了，做完了，做完了，朋友们，做完了，看看，导出，然后就准备发给我的客户，差不多用了1个小时就做完了。我这次呢，总共获得了40块钱，但是以我现在的时薪来看的话呢，它还是比较低的。我其实，在做当下的前4个月的时候，靠切 PPT 活养了我们团队1年，大家可以推3条这样的。很多做咨询的小伙伴所做的 PPT 就是这种类型的，相对来讲它的门槛更高，是有很多调研的工作啊等等。其实像做 PPT 这样子的工种，受地域啊时间的限制，相对来讲比较少，比较灵活的打包出售你自己的某一项垂直技能，它是很适合零工化的。桌面上他会用到的东西我都还保留着，给他放到了这个小盒子里面，肯定是会乱的，不要妄想说给他摆了一次，他以后永远都会这样放。说明书类的我给你放在这个书的盒子的这一侧。活动的纪念品嘛，这个其实可以挂起来。大体的物品都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最后一步就是看能怎么优化。其实纵向空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鼠标垫的妙用，这来给你收拾还得有一点点摄影基本常识。作为打工人，我真的见到了花钱的人的快乐。哇，好爽啊！这就是拥有佣人的感觉吗？志远你好，坐到后面呢，我觉得我就是他的老妈子。那个抹布，然后给我那个我现在才有点做保洁的感觉。刚刚是收破烂的。他头发没掉多少哎，很稳固。但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也会了解到他更多的一面嘛。为什么他东西多呢？其实很多都是因为他舍不得丢，别人给他认真手写的小卡片，各种活动的纪念徽章、卡牌，可能你永远都不会听不会看，但是放着就开心的专辑。哎，健身房新开的，要不要看一下？首月的话有100抵1000的活动，可以看一下的。下午的时候就加到了2、3个客户的微信。后来我意识到，其实加到微信并不意味着什么，只要他们没办卡，我就一无所获。到了晚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坚持。那个时候，我已经是非常机械化的在发传单。威尔士健身房要了解一下吗？健身房要了解一下吗？威尔士健身房要了解一下，看一下吗？健身房要了解一下吗？新开的威尔士健身房要了解一下吗？小姐姐，新开的健身房要了解一下吗？首月充100。我想下钟了，我不行了，我一个单都没有开，太难了。我今天的收入是这个。然后也没有把早上的咖啡钱赚回来，也是情理之中吧。就是让别人掏钱，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今天已经加了4到5个人的微信了，如果他们有意愿的话，会进一步再去跟他微信上聊。虽然一个都没成，但是我还是非常能够感受到地推这个职业的洗脑作用。它能够非常简单粗暴的让工作和生活在附近的人知道这件事情，对商家还是非常有用的。工牌还给你。好的。下周了，朋友们。几乎一刻不停的收了3个半小时，终于要搞完了。然后下一步就是请他验收。验收了。搞完了。哇，我惊呆了，感觉换了个屋子。我的桌子这辈子就没有东西这么少过，变化有点大，超出我想象了。说明书、数码类的、乐器类的，你原来就是已经排到很高了嘛，其实还蛮危险的。盒子给重新整理了。
哇，碟跟书都收过来了。你的充电区，这个鼠标垫做了一个防滑垫。哎，你找不着东西打电话给我，我比你清楚。低的那个低的在这里。啊！今年年末发生了令我最震撼的事情，我的屋子竟然变成了人呆的地方，精彩！老板，我已经很自然地拿出手机了。第一次嘛，我也不了解行情，不敢要太高的价。哎，付过去了。可以考虑转行吗？可以长期来吗？我觉得其实我是有涨价空间的，觉得我值更高价的朋友扣1，给我一点信心，在屏幕上打出你愿意给我开的价格。我觉得这个兼职以后是可以发光发热的，工作非常的可量化，完全是以工时来计费。大家越来越忙碌，工时越来越贵，没有心思，没有时间精力去规划自己的房间。有一个专业的人可以来为你代劳，为什么不呢？下班了，走了啊。经过日班组4位朋友的不懈奋斗，我们目前的累计收入是339元。办公室的其他成员还不知道这个尴尬的数字，但截至目前的挑战已经说明了一点，这个零工并不是这么好打的。一开始诱惑大家入坑的梦幻泡泡一个个被戳破，其实这些泡泡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兼得的。门槛低也就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的工时，不费脑可能意味着需要不断重复简单的工作，不用坐班的代价是有上顿没下顿的不稳定。而那些真正赚得多的零工，其实也跳脱不开全职工作的衡量指标：经验、技能和专业知识。这样看来，打零工似乎并不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用来代替全职工作的靠谱选择。更多人其实是会把零工作为周末或者下班之后空闲时间的一种补充。这种打开方式靠谱吗？体验感如何呢？我们还有5位夜班组的成员会带你一起探索。哪里啊？桌游馆。不要有人请选我一定要搞差异化竞争。Hello， 晚上好。欢迎新朋友啊！我们晚上的话演出是8点钟。就是脑子也有点就给讲懵了。工作开始前，我们先把自己灌醉，干杯。好尴尬，不会用。骰子，就看上去明显是喝多了。门票有了吗？你好，门票有了吗，亲爱？这个苦我不受了。装盖好，没有交去后面盖。谢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下期。你有尝试过打零工吗？你是怎么看待零工的呢？欢迎在弹幕和评论里和我们分享。最后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转发，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